很多肉友在留言区问花花，什么样的多肉配土最好？其实这个问题有点难，多肉的土与多肉品种、当地气候、种肉的盆器、肉的生长阶段等多方面都有关系的。但是既然肉友们有此方面的困惑，花花就谈一谈自己的理解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，并乐于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多肉的配土。多肉的出身，大部分多肉植物生长在热带荒漠地区，这种地方大多是砾石和粗沙，只有少量的土壤和有机质，这样的土壤极具透气性。由于大部分多肉植物生长于热带，热带一般存在旱季和雨季，雨季的时候一般雨量很大，所以要求土壤有很强的透水性，因此我们在种植时要尽力用接近它们原生态的植料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市面上现有的土壤。我们可以根据土壤对植株的作用，将土壤分为有机植料和无机植料两大类。有机植料为植株提供营养，无机植料主要起通气保水、透水固根的作用。有机植料主要有腐叶土、泥炭土又称草炭、木屑、龙糠灰、草木灰、缓释肥、松林等。无机植料主要有赤玉土、鹿沼土、蛭石、珍珠岩、椰糠、绿沸石、直金石、火山石、日相石、青石、麦饭石、硅藻土、粗细沙、粗细石子、砾石、煤球渣等。多肉植物喜爱的土壤，肉喜欢疏松通风土壤，它的根需要很多的氧气，在板结闷热的泥土中容易腐烂，而且氧气不足会滋生大量厌氧细菌。因为肉原来生长的地方都是沙质土，根系并不适应在水里泡着，所以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就是使植物长期处于润而不湿的状态，否则退一步来说也是宁干勿湿。因此易排水，同时又有一定持水性土壤是它的最爱。另外，亲根性也是肉喜欢的。亲根性是指根须是否容易在泥土颗粒上附着，不同时期对泥土颗粒的大小要求不一。刚发根时可以用微粒的质石，而幼苗时转用颗粒稍大一点的，长成老根时攀附的颗粒又可以更大些。颗粒内部是否膨胀疏松也是影响肉能否往里钻的因素，但肉往颗粒里钻会破坏颗粒的结构，在根系旁的颗粒最容易粉碎，粉碎后会变成粉尘，浇水就容易粘在一块，不够疏松，特别是在碱性的环境下更容易板结，一板结就没空气流通，根系就会腐烂。所以我们配土时要把颗粒大小混搭，要考虑到材质的易碎性特征，最好1-2年翻土一次。刚才说了碱性土壤没好处，而且植物是需要喝酸性水，所以我们要考虑土壤的酸碱性。EC 值是指可溶性盐浓度，多肉植物的根系为了方便从外界吸水，具有低渗透压的特点，碰到一点点盐就要化水，所以必须要求 EC 值越低越好。肉对肥料需求不高，它们的祖宗没肥料也能活，但如果能在生长期给予低氮高磷钾的肥料，养分能更好地促进发育。为什么是低氮高磷钾呢？因为氮能促进植物长枝叶，平时我们对多肉的要求就是株型紧凑，为此天天捧着晒阳光防土长，如果用错肥料使肉们个个变成姚明，那就只能偷着哭了。而磷能促进开花发芽分化，钾能促进根系生长。不过要注意不要发生肥多烧根的惨剧。土的分类，按酸碱性分，属于弱酸性的有红彩石、赤玉土、泥炭、铜草炭、蓝石、椰糠、铜水苔；属于碱性的有蛭石、稻壳炭、草木灰、煤炭渣。注意，我们的自来水是弱酸性的。珍珠岩算中性。按颗粒的易碎性分，1-2年内会碎的是珍珠岩、蛭石、赤玉土，很难碎的是青石、红彩石、蓝石、直金石、陶粒，碎了也是纤维，而且能缓解板结的是松林，分解后易板结的是椰糠。按亲根性分，
最利于发根的是蛭石、珍珠岩、稻壳炭，根系易抓紧的是草炭、松林、椰糠等纤维结构，不易抓住的是大颗粒。按通风透气来分，蓝石、青石、红彩石、陶粒等硬度高的最透气。按保水性来分，蛭石、赤玉土、红彩石、翠云亮土的保水性好，其次是松林、青石和泥炭，而蓝石、陶粒、珍珠岩、椰糠、稻壳炭、煤炭渣则是排水疏水的特点。按含肥力来分，高肥力的有草木灰和稻壳炭，以及含大量腐殖质的泥炭，部分进口泥炭不含肥。中肥的是红彩石，因里面有奥氯缓释肥、翠云亮土。轻肥且带微量元素的是蓝石、松林。配土比例，通过以上的叙述，对多肉植物的用途有了初步的了解了吧？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多肉配土比例的问题。一般多肉植物可用粗沙、腐叶土、泥炭土、珍珠岩按2:2:1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茎干状多肉植物用粗沙、腐叶土、壤土、碎砖渣、骨壳炭按2:2:1:1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生石花多肉植物用粗沙、细圆土、椰糠按1:1:1的比例混合，再加入少量龙糠灰。小型叶多肉植物用粗沙、腐叶土、骨壳炭按2:2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根较细多肉植物用泥炭土、粗沙、珍珠岩按3:3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大几棵多肉植物用泥炭土、原土、蛭石按2:2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生长较慢的多肉植物用粗沙、蛭石、泥炭土按6:2:1的比例混合配置。如果你觉得上面的配比很麻烦，想要一个最基本的配比的话，那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。关于土壤与颗粒的比例，北方的肉友可以采用颗粒与土壤6:4的比例配置，南方的朋友可以采用颗粒与土壤7:3的比例配置。根据养护环境不同，可做轻微调整。比如北方肉友如果养护环境通风不好，也可以采用7:3的比例。了解了土壤与颗粒比例后，颗粒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用软麦饭石、火山岩和蛭石3种，按照1:1:1的比例配置。软麦饭石有一定的保水性，火山岩透气性高，并且这2种颗粒还可以提供微量元素，蛭石可以有效促进根系的生长。另外可以增加小黄肥2勺，非必须；小白药、敷虫胺1勺，小粉药、塞夫酰胺1勺，多菌灵1勺。小黄肥是缓释肥，不伤根，并且可以持续提供营养。小白药是预防介壳虫的最佳良药，小粉药是土壤杀菌剂，多菌灵可以有效防止兜肉的黑腐病、霉烟病等疾病。此外，关于土壤，可以采用普通营养土，也可以使用泥岩土。泥岩土可以促进多肉植物发根，对于发根慢的多肉特别合适。另外，有些人喜欢用煤渣来种植多肉植物，用煤渣的时候要慎重，因为煤渣有其自身的优缺点。优点：一、含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，如氧化铁、氧化钙、氧化镁等。二、含有大量经过燃烧的石子、黄土之类多肉植物种植所需的介质。三、透气透水，使用效果与蓝石、青石或是直金石等类似。四、经过高温燃烧，基本无病菌残留。缺点：一、含硫碱性较大，使用前最好经过泡水处理。二、如果不经过筛选直接用，其粉尘过多，如果直接配土用，可能会因为根系不透气而造成植物出现烂根或是腐烂。三、如果未经筛选，在浇水时往往会浇不透，漂浮在介质表层，产生的污泥将会溅得到处都是。初学者的建议：仙人掌与多肉植物可以不使用肥料，等到对植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与有经验的肉友们讨论后，或是栽培的技巧比较成熟之后，再逐一增加对肥料的使用。通常种植时建议花盆底部可以放一层陶粒帮助排水，避免水分堆积在盆底。
当然，针对每一种不同的植物特性及栽培环境，每个人有不同的配方，甚至会因为取材的方便性而有不同的权益，各中奥秘得在实践中慢慢体会。以上就是分享的关于多肉配土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观看本期的内容，感谢粉丝们一直守候和喜欢花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